幽冥海眼的海水是墨黑色的，像被浓墨染透了一般，浪涛拍打着礁石，发出沉闷的轰鸣，溅起的水花落在皮肤上，像冰碴子一样疼，瞬间就冻起一层薄薄的白霜。阿蛮攥着那块刻着地图的石碑碎片，指腹被边缘磨得发红，甚至渗出了细小的血珠。按照上面的血色纹路，永生祭坛就在这片海域的最深处，那纹路仿佛有生命般，在碎片上微微蠕动。冰离的法杖突然指向左前方的礁石群，杖顶的蓝宝石闪烁着警惕的光芒。有人！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话音刚落，十几道灰影从礁石后跃出，动作轻盈的像鬼魅，落地时带起的沙粒打在阿蛮脚踝上，生疼。这些人穿着破烂的斗篷，斗篷边缘磨损的厉害，露出里面同样陈旧的衣物，都冒下露出的皮肤上都有一块与阿蛮相似的命轮印记，只是那些印记边缘残缺不全，像被硬生生掰掉了一块，闪烁着微弱的红光，红光中还夹杂着一丝诡异的黑气。停下吧，逆天改命的蠢货！为首的玄影掀开兜帽，他的左眼是浑浊的灰白色，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，右眼却亮得吓人，瞳孔里闪烁着金光。再往前一步，你唤醒的不是希望，是毁灭。阿蛮的破晓剑瞬间燃起火焰，火焰腾的一下窜起老高，映红了他的脸庞。你们是谁？玄影的笑声像生锈的铁片在摩擦，刺耳难听。他抬起手，地上的影子突然活过来，像一条条黑色的蛇缠上阿蛮的脚踝，冰凉的触感像毒蛇的鳞片，让人浑身发毛。我们是逆命者，一群被天道抛弃，却偏要和命数对着干的人。他指尖一动，阿蛮脚下的影子突然竖起尖刺，那些尖刺锋利无比，瞬间刺破靴子，扎进皮肉，疼得他倒抽冷气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冰离的冰锥射向玄影，冰锥在空气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却被对方身后的影子化作盾牌挡住。咔嚓一声，冰碴子碎成粉末，散落一地。小姑娘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玄影的影子突然拉长，化作十几条黑色长鞭，抽在礁石上噼啪作响。碎石飞溅，其中一块碎石擦过阿蛮的脸颊，留下一道细小的血痕。在碎石飞溅中，他竟精准地避开了阿蛮的剑锋，动作灵活的不像一个普通人。你以为自己握着3件神器很了不起？当年你的父母就是因为太相信使命，才落得部落被屠的下场。阿蛮的动作猛地僵住，火焰差点从剑上熄灭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玄影，眼睛瞪得滚圆。你怎么知道？玄影冷笑一声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，周身的影子突然凝聚成面镜子，镜子边缘模糊不清，里面映出阿蛮童年时的画面。燃烧的部落，冲天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，倒在血泊里的族人，他们的脸上还带着临死前的恐惧，还有父母将命轮印在他胸口时那双写满绝望的眼睛，深深刺痛了阿蛮的心。这些记忆是不是很熟悉？玄影的影子剑抵住阿蛮咽喉，那剑刃冰冷刺骨。你以为自己是救世主，不过是天道棋盘上的弃子。永夜议会需要你的命轮来完成仪式，而你还傻乎乎的往祭坛送。胡说！阿蛮挥剑劈开影子，火星溅在玄影脸上，对方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冰离突然将星辰弓拉成满月，弓身震颤时发出细微的嗡鸣，整片海岸亮起细碎的星光，那些光芒像细小的针，密密麻麻地扎进玄影的影子里。影子怕光！冰离的喊声带着喘息，他的额角渗出冷汗，顺着脸颊滑落，显然维持星辰之力并不轻松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。玄影的影子突然剧烈扭曲，发出布料撕裂般的声响，刺啦刺啦的，听起来格外刺耳。阿蛮抓住这个机会，将麒麟火与幽冥之力同时注入破晓剑，剑身泛起红蓝交织的光，两种力量在剑身上不断碰撞融合。不管你是谁，想拦我就得死！他纵身跃起，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剑锋劈开层层叠叠的影子，那些影子在剑下发出痛苦的嘶鸣，直刺玄影胸口的残缺命轮。扑哧一声，玄影的命轮像玻璃般碎裂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他身上的影子瞬间溃散，
像被风吹散的烟雾，露出底下苍白如纸的脸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你会后悔的。玄影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像水墨画一样渐渐淡去。他突然抓住阿蛮的手腕，那只手冰冷刺骨，将一块冰冷的令牌塞进他掌心。拿着这个去永夜议会，看看真相。他的手指化作黑烟消散时，阿蛮看清了令牌上的印记，3只缠绕着毒蛇的乌鸦。乌鸦的眼睛是红色的，毒蛇的信子吐着，与血月核心处那个黄金面具人权杖上的图案一模一样，看得他心头一震。冰离扶住踉跄的阿蛮，他因为刚才的发力，身体还有些不稳。冰离发现他掌心的令牌正在发烫，烫的人有些受不了。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，字迹扭曲，却能辨认清楚。我们都在棋盘上，区别是有人知道自己是棋子。远处的幽冥海眼突然掀起巨浪，巨浪像一堵黑色的墙，拍向天空。浪尖上似乎站着无数人影，那些人影模糊不清，却能感觉到他们正朝着他们的方向眺望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幽冥海眼的漩涡像只倒扣的巨碗，墨黑色的海水打着旋儿往下坠，那旋转的力道仿佛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吸进去。边缘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沉船残骸，有的船板早已腐朽不堪，轻轻一碰就碎成渣，上面还挂着半截腐烂的尸体，破烂的衣物被海水中的暗流冲得来回摇晃，时不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透着一股阴森诡异的气息。阿蛮趴在特制潜水艇的舷窗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窗框上的锈迹。这玩意儿是用破空舟的残骸改造的，看着就不怎么靠谱。舱壁上还留着石骨藤腐蚀的孔洞，边缘参差不齐。冰离正用寒冰一点点填补，冰霜凝结的咔嗒声在狭小的空间里格外清晰，每一声都像敲在人心上。深度300丈了。冰离紧盯着仪表盘，眉头紧锁，指针在红色警戒区疯狂摇摆，几乎要挣脱表盘的束缚。外面的水压快把舱体压变形了，你听。他话音刚落，就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挤压舱体。阿蛮刚要回话，潜水艇突然剧烈震动，像是被什么巨大的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他整个人失去平衡，狠狠撞在舱顶，额头瞬间磕出个青包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眼冒金星。舷窗外，一只篮球大的眼睛贴了上来，瞳孔是竖条形的，虹膜上布满银色的斑点，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，那眼神冰冷又充满恶意，看得人心里发毛。是深渊巨鲲。冰离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，他指着雷达屏幕，一个比潜水艇大几十倍的阴影正在盘旋，阴影边缘还在不断晃动，这体型太吓人了。那巨鲲的身体像座移动的小山，灰褐色的皮肤上覆盖着厚厚的藤壶和墨绿色的海藻，看着就十分坚硬。被其划破水面时，带起的水花溅在舷窗上，瞬间冻结成冰，冰面上还映出巨鲲模糊的影子。最诡异的是他的嘴巴，一直咧到眼睛下方，露出2排锯齿状的牙齿，牙缝里卡着半截锈迹斑斑的船锚，铁链还在随着他的呼吸左右晃动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。突然，潜水艇的右侧舱壁被撞出个大洞，冰冷刺骨的海水哗哗往里灌，瞬间就没过了脚踝。阿蛮打了个寒战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巨鲲的腮盖下钻出无数米粒大的虫子，它们通体漆黑，密密麻麻的，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。这些虫子落到舱壁上，接触到金属的地方立刻冒出白烟，原本坚固的钢板竟像融化的黄油般凹陷下去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是世界虫。他抓起幽冥盾，盾面的黑气自动往外扩散，形成一道屏障。这些虫子能啃噬空间，再不想办法，咱们会被啃成碎片。他的声音里带着焦急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冰离的冰锥从发射口射出去，带着呼啸的风声，精准地扎在巨鲲的腮盖上，却只留下个浅浅的白印，冰锥瞬间碎裂。他的皮肤太硬了，根本打不动。他急得额头冒汗，操纵杆在手里乱晃，潜水艇像片叶子在巨浪里翻滚，忽上忽下，让人晕头转向。阿蛮突然扯开安全绳，将幽冥盾护在胸前，眼神坚定。我进去他肚子里，从内部攻击，你在外面想办法牵制他的注意力。
不等冰离反对，他已经拉开应急舱门，冰冷的海水瞬间灌进喉咙，咸腥的味道呛得他眼泪直流，呼吸困难。抱着盾牌跳进巨鲲口腔的瞬间，阿蛮感觉自己像掉进了活物的胃袋，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扑面而来，差点让他吐出来。内壁的黏膜滑腻腻的，还在微微蠕动，分泌出的粘液滴在盾牌上，发出滋滋的腐蚀声，盾牌表面的黑气都淡了几分。他刚站稳脚跟，就看见无数只介虫从肉壁的褶皱里钻出来，像黑色的潮水般涌过来，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啃出了扭曲的涟漪，周围的空间都在微微变形。看你们怕不怕这个？阿蛮咬着牙将麒麟火注入幽冥盾，黑色的盾牌突然燃起熊熊烈焰，火舌舔过是介虫，发出噼啪的爆裂声，烧焦的虫子尸体散发出一股烤糊的虾壳味，十分难闻。巨鲲疼得猛地甩头，阿蛮被这股巨大的力量甩得撞在一根粗壮的石道壁上，感觉肋骨像是断了几根，疼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嘴里泛起一股血腥味。舷窗外的冰离看准时机，深吸一口气，将星辰宫的力量凝聚成一只冰矛，冰矛晶莹剔透，闪着寒光。他瞅准巨鲲张开嘴巴的瞬间，用力将冰矛射进去，扑哧一声，冰矛精准地扎进他的左眼，墨绿色的眼液喷薄而出，像喷泉一样。巨鲲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，声音透过海水传进潜水艇，震得冰离耳朵嗡嗡作响，头晕目眩，嘴角溢出一丝血沫。就是现在！阿蛮忍着剧痛，强撑着站起身，将火焰凝聚成一把长剑，剑身通红，散发着灼热的气息。他找准位置，狠狠刺进肉壁深处，那里有团蠕动的灰色肉球，正是介虫的巢穴。巢穴被刺破的瞬间，无数虫子疯狂逃窜，却被周围的火焰烧成灰烬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巨鲲的身体开始抽搐，庞大的身躯像座小山般往海底沉去，掀起的暗流差点把潜水艇掀翻。冰离紧紧抓着操纵杆，才勉强稳住身形。就在巨鲲沉入海底的位置，海水突然像被煮沸般冒泡，咕嘟咕嘟的冒着大量的气泡。一座黑色的祭坛缓缓升起，祭坛由巨大的黑曜石砌成，上面刻满了复杂的花纹，每一块石板上都刻着邪神浮雕，有的浮雕在流着暗红色的液体，像是在流血，有的则张着血盆大口，牙齿上还挂着细小的骸骨，看着十分狰狞。阿蛮和冰离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和一丝兴奋，可下一秒他们的笑容就僵住了。祭坛周围站满了黑袍人，为首的正是那个戴着黄金面具的人，他手里的权杖顶端镶嵌着一颗与阿蛮命轮一模一样的晶石，晶石在黑暗中闪着幽光。恭候多时了，命轮的持有者。黄金面具下传出低沉的笑声，像磨盘在碾压碎石，带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。你的到来让这场献祭终于可以开始了。阿蛮握紧破晓剑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他知道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